大家好，还有2个月就算正式步入100岁的菲利普亲王，终于撒手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，离开了相亲相爱的女王。当他的灵柩被安放在圣乔治大教堂后，孤独的女王一个人坐在教堂的一角，凝视着风雨相随70多年的、再也无法乱开玩笑的亲密爱人，神情落寞而忧伤，似乎一辈子的情话还没有说完。虽然对于地球上许多地方的人而言，擅长调侃搞怪、经常离经叛道的菲利普亲王，只不过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怪老头而已。但是对于朝夕相处了半个多世纪的女王来说，菲利普亲王是天是地，是温暖的臂膀，更是牢固的磐石。现在磐石崩塌了，红尘携手路漫漫。1947年11月20号，伊丽莎白公主与菲利普亲王结婚了。当时两人分别26岁和21岁。结婚的当天早上，他就为了她戒了烟。要知道，此前的他可是个烟不离手的老烟枪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每天的生活就是不断的把烟灰缸填满。但是，偏偏他这个新婚燕尔的莉莉白，也就是伊丽莎白公主，特别讨厌身边的人抽烟。于是乎，他果断地戒了烟。他的朋友惊讶地评价这个为爱放弃嗜好的大男人，居然没有一丝迟疑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他看上去好像也不痛苦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。为了这份纯粹的一见钟情的爱情，菲利普亲王陆续放弃了自己的国籍，放弃了王子的身份，甚至放弃了父亲的姓氏以及孩子们的姓氏冠名权。转眼笼中泪不干。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奇力量，让这个仪表堂堂、气质不俗的王族贵胄，甘心情愿地做了女王背后的男人呢？用他自己的话来总结的话，就再准确不过了。他曾经这样说过：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词汇能够表达我对他的感受。对我来说，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事情。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共同体，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共同抵挡所有外来的打击，也能够永远乐观的一起走下去。这话说的浪漫入骨，情真意切，跟周恩来、邓颖超之间的爱情如出一辙。谁也想不到的是，菲利普亲王的这么一走，就走了足足73年之久，横跨了2个世纪，完美演绎了一出现实版的王子与公主的童话爱情。毕竟，爱情到底是金是钻，还是纸是布，都需要用时间去证明。从此相别无纸笔。菲利普亲王的首任私人秘书至今都清晰记得，在开始为他工作的第一天，菲利普亲王就告诉他说，他的头等大事就是不能让女王失望，排在第2位也是不能让女王失望，就算放到最后一项还是一样，还是不能让女王失望。一句话足足说了3遍，却也足足做了73年，完全验证了这个老男人起初的海誓山盟，在经历过沧海桑田后，依旧如金如石如钻。原本人世间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、生老病死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因为谁也逃不过。但女王心里面的痛，恐怕再也没有人能够了解得到了，因为她的磐石、王室的护主、73年都出双入对的陪伴，永永远远的消失了。从这么一天起，女王孤独的背影显得又长又落寞。原本完整的世界塌了一半，磐石之上的安稳感更是一去不复返了。历史学家埃德·欧文斯博士曾经表示说，坐在王座上是非常孤独的，有一个伴侣，有一个你可以倾诉的知己，可以分享你的秘密，这对女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神游梦里报平安。对于习惯成为世界焦点的女王而言，痛苦不言而喻，
其实这种伤离别的痛苦，放在谁的身上都注定无法释怀，而且时间的长短也必然因人而异。对于普通人而言，同样需要尽快找到一个可以快速减压、实际有效的方法，去释放情绪上的压力，转移注意的焦点。说到这儿，如果你有特别见效、高招的方式，不妨在留言区一道分享。现代社会里，工作的压力、生活的浮躁、世界的不安、人心的莫测，都会让人抓狂。甚至我有一些身边的朋友，也会因为工作上遇到的垃圾人而搞得身心俱疲、寝食不安、日夜难眠。人只要活着，而且是在人类聚居的地方活着，生活和工作都注定没完没了，没有尽头。在无数痛苦交织的大世界和小宇宙里，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，就是只有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压神器，来迅速平缓燥热不已的灵魂，安抚脆弱不堪的心灵。我在视频的最后放上了3小段貌似可以解压的视频，希望您可以在各式各样的白噪音中寻找到一刻安宁和舒适感。如果没用，不妨扔砖吐槽都无妨。红尘携手路漫漫，转眼笼中泪不干。从此相别无纸笔，神游梦里报平安。此外，力所能及范围内的消费购物、看电影，或者没啥成本的跑步、撕报纸等等，或许都是自我疗愈的简单途径。现代人的通病就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实在是太多了，从脑力转换到体力，反倒是一种不错的转化人体动能的充电方式。跟跑步一样，通过简单日常的体力劳动，反而可以治愈部分脑部的疲劳。第3种疗愈方式就是看别人暴饮暴食，看着看着自己也就满足了，也就不想吃了。对减肥人士而言，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就我而言，宝可梦是另一种超简单、老少咸宜的放松方式，不仅可以放松心情、简单散心，走到哪儿都能迎新，更能发现新物种、新大陆，或者碰上新玩伴，迎接新挑战。总之，在拒绝玩物丧志的大前提下，注意时间管理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或许视野就在忙碌中释放开来，心情就能在平复中找到支点。您又觉得哪个方式最实用呢？
如果您已经点赞，您就无需考虑点击铃铛，因为新闻每一天，天天在眼前。如果您已经评论，您就无需考虑点赞支持，因为评论每个字，字字是支持。